陆离琛，放开我！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好兄弟许燕的未婚妻。你这么做，对得起他吗？对不起又怎么样？他已经死了6年了。他要是看不惯我他的女人，从棺材里拔出来找我算账。南希，分开的这6年，要是让你忘了我的味道，我现在就让你想起来。Looking so crazy, li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, lies. Got me looking so crazy, lies. 是不是只要有人愿意睡你，就要嫁给他？当初许燕也是这么把你骗到手的吧？抛下我一次，还要抛下我第2次。陆离琛，你混蛋！我再混蛋也比不过你。跟我火热缠绵了6年，转头嫁给我的好兄弟许燕，你就这么爱他吗？许燕已经死了，当年的事过去了那么久，你何必纠缠不放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为他说话？许燕已经死了，你为他受了6年活剐，搞什么？人鬼情未了啊！你就忘不了他吗？那我们的感情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南希，这是你欠我的。 제발 한 번만 다시 와요. 나 같은 건 쉬웠던 나쁜 그 사람. 喂，孟阿姨。南希，说好了今天10点在老宅见面，你人呢？对不起啊，孟阿姨，我刚刚在忙工作，没顾上看时间。我马上到，15分钟之内。李川和你在一起吗？不在。我让邱助理稍后通知他。好的，你放心。南希呀，黎川走了这6年，是你一个人撑起了孟氏集团，你辛苦了。现如今他回来了，你就把公司所有的事交给他做就行了。好的，孟阿姨。哎呀，你自小在孟家长大，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女儿。当初许燕跟你的事儿，你也没有跟我提过。许燕跟你订完婚，人就没了。你为许家守了6年，这也足够了。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也该为自己的事多考虑考虑。妈，这您就别为他操心。
整个申城谁不知道她是许燕的未婚妻？整个申城谁不知道她是许燕的未婚妻？没办婚礼，没领证，许燕走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要让南希为她守寡一辈子吗？这么好的姑娘，我不想看到她就这么蹉跎下去。你呀，也别说那些风凉话，你也帮着南希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首先，人品要端正，家世要清白，当然门槛也不能太低哦。毕竟南希也算我们半个孟家人嘛。谢谢马阿姨，我自己会多注意的，就不用麻烦她了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啦？不算，偶尔。玩归玩，这我不管，但也要处理干净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要进我孟家门的女人，必须要门当户对，你别和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纠缠在一起。我清楚。南希，回头啊，你帮她处理干净，你办事啊，我放心。啊，好的，马阿姨，你放心。好啦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年轻人慢慢聊。我妈让你处理你自己，你要怎么处理啊？昨晚的事只是意外，我们保持距离。意外？那6年前你背叛我，嫁给许燕也是个意外。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是你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。孟离川，朋友妻不可欺。你说话别太难听。如果许燕活过来，这是我送她的第1句话。让开，你接个电话。工作电话。喂，唐医生。喂，妈妈，你都好几天没来看我了，我好想你啊！对不起啊，悠悠，妈妈最近太忙了。这样，妈妈答应你，今天去医院陪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乖乖的把手机给唐医生，妈妈有话要跟唐医生说。喂，南希，关于悠悠的手术有了最新的进展，不过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你还是尽快来医院一趟吧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今天下午过去。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些，你这段时间这么忙，就按时吃饭吧，别把胃又折腾坏了。喂，工作电话，挺暧昧啊。我没什么想跟你说的。我有时候让你走。我有事情要处理。宣维集团走住，服务好才是你的第一要务。孟哥，你当年一声不吭就出国了，这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们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已经在国外已婚生子了。你们就盼我点好吧。孟哥，你当年突然出国，是因为南希吧？跟他没关系。不对，这件事肯定跟南希脱不了关系。南姐，这鬼鬼祟祟的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临时有事，先处理一下。南姐，这孟哥刚回国没几天，你这走了，不是扫大爷的兴吗？来，孟哥喝不了，你替他喝了。
我也喝不了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我记得你酒量很好啊。杨泽说的对，不喝酒多糟心啊。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比给我接风更重要的？是不是我喝了就可以走了？这么急着走，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？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吗？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去见你女儿吧？当年你出国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你已经有了将近3个月的孕期了，怎么才来检查？这段时间你就没有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吗？我这段时间家里事情太多了，我没顾上照顾我自己。孕妇要多关心自己一点。孩子的爸爸呢？孩子爸爸，我们已经分开了。没想见谁，我喝就是了。现在可以走了。别走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楠姐啊，你这酒量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哎，来，再喝一个。我也想看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酒量到底如何？好啊。楠姐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莫总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算了，别。亲爱的，去爱康医院。你是急性肠胃炎犯了，以后可再也不能这样喝酒了，万一切胃的话就麻烦了。我知道了。不是，是谁送我来医院的？您知道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这儿一直都没人来，好好休息吧，有事按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对穆离川抱有希望。这下悠悠应该闻不到酒味了。唐叔叔耍赖。怎么只有悠悠才能耍赖皮吗？啊？宝贝，妈妈，你终于来了，悠悠可想你了。妈妈也想悠悠。妈妈，唐叔叔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跟悠悠下棋耍赖皮，快帮我教训教训唐叔叔。好，悠悠啊，妈妈一会儿就帮你教训唐叔叔。但是妈妈现在和叔叔有事情要谈，先自己玩会儿好不好？
那妈妈要快点回来哟。好。唐医生，你今天上午说悠悠的手术有了新的进展，是吗？对，刚收到消息，之前一直在国外从事教学的心脏顶尖手术专家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我会努力帮悠悠争取一下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悠悠马上就要6岁了，也是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现在阶段是手术的最佳时期。你那边手术费准备的怎么样？手术费，我目前还有一些困难，不过可以给我2个月的时间嘛，我到时候一定凑齐手术费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真的不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真的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？唐医生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不喜欢欠别人太多。你帮我和悠悠的，我已经还不太清了。那好吧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还要值班，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，状态不是很好，你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。好，再见，唐医生。这么急着送医会离开，还指明了这家医院，是因为刚才那个男人吗？我跟唐医生只是朋友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更不要乱来。唐旭已经帮我够多了，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。宝贝，谁是你宝贝？刚才那个男人跟你没关系。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接通你就知道了。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悠悠的存在，否则他一定会把悠悠从我身边带走。妈妈为什么关机了呀？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妈妈。悠悠，这么晚了，你要乖乖待在病房，不可以出来到处跑啊！妈妈不接我电话，我是出来找妈妈的。悠悠别担心，姐姐刚刚看到妈妈和唐医生在谈话呢，可能妈妈的手机没电关机了，就没接到悠悠的电话。可是……好了，悠悠，你想，万一等会儿妈妈回病房没有看到悠悠的话，又要担心呢。先跟姐姐一起回病房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还是回去吧。希望妈妈还能早点回来。好，走。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待在一块儿？你还没跟我交代呢，你的宝贝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你为许愿守了6年的寡，但有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个宝贝呢？陆离琛，你够了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我不介意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跟你兄弟的未婚妻搞在一起。要不要我帮你宣传一下？为了我的宝贝，
我不介意。应该不会爱你，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，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，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。妈妈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妈妈刚才在忙，没接到悠悠的电话，对不起啊，悠悠，让你担心了。没关系的，你看这是悠悠刚画的画。这个是悠悠。悠悠已经长大了，就算没有爸爸，悠悠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妈妈，绝对不会让怪兽欺负妈妈的。悠悠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尽快凑齐手术费，治好你的病的。任何人，任何困难，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只要拿着标书把项目谈成，就能分到奖金，给悠悠凑齐手术费。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呀？我还以为你死在哪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几天几夜不回家，是不是在外面跟那个野男人搞在一起了？我家许燕才走多久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了？我还以为你孟家能有多么高风亮节，结果还不是培养出你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阿姨，许燕已经走了6年了。还有，我最近是在忙工作，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哎，你工作忙，那肯定发了不少工资吧？哎，你看我最近手里比较紧，看能不能？不能。哎呦，我那可怜的儿啊！你看你舍命娶回来的女人如此的冷血，不管你妈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嫂子是这种人吗？嫂子，你别听咱妈瞎说，她呀就是想我哥了，才口不择言的。我哥要是在的话，肯定不会不管她的。你该不会忘了，我哥是为谁死的吧？南希昨天晚上第一次给了我，答应了我的求婚。今天我就给她补办求婚仪式，她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。少爷，许世新小姐受了伤，一时联系不上家人，让我请您过去。您看看，许燕的妹妹。对，距离和南希约好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还来得及。过去看看。哎，好。电话怎么还打不通啊？师姐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，把南希害了呀！哎。搞这么大阵仗，李传人呢？肯定是躲起来了，想再给我一点惊喜。还好赶上了。许燕，小心！
南希，你竟然敢答应黎川哥的求婚，那你就该死！可惜我哥哥那个傻蛋竟然去救你，他死了都是因为你。现在你被我的催眠篡改了记忆，答应了你哥的求婚，再也没有机会跟我抢黎川哥了。嫂子，嫂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嫂子，不是许燕的妹妹吗？是啊，嫂子，你刚答应了我哥的求婚，我哥他就……我答应了许燕的求婚。嫂子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嫂子，你看，这些花瓣和蜡烛都是我哥亲手布置的，他就是在这儿跟你求的婚。嫁给我，嫁给我。对了，戒指，还有戒指。嫂子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和你手上那枚一模一样？还好改善了。小心！嫂子，你要是忘了我哥，他在天上一定会很难过的。我的儿，悠悠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，你咋他妈是个这么惨的儿啊？好过年，你既然答应了燕儿求婚，咱们以后啊就是一家人。我一定要拿你当亲女儿来疼。嫂子，我哥为了救你付出了生命，你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，对吧？嫂子，我妈是真的把你当做一家人，才会开口问你拿钱的。我哥死了这么多年，他留下的钱早就花得一干二净了。我也刚毕业，还没工作，只能靠嫂子你了。我就只有这些了，不够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够了够了！你忙，我就不妨碍你工作了。嫂子，还有事？嫂子，我身边的同学毕业了都找到工作了，我哥走了，也没人能帮我。嫂子，你能帮帮我，让我去梦氏上班吗？我不挑的，我干什么都行，我就是想能上班拿工资，给你减轻负担。好，我会替你留意的。谢谢你，嫂子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你快去工作忙吧。好。南希，当初你抢走了我最爱的人，现在同样的痛苦你也体验到了吧？爷爷的手术费就靠你。这什么咖啡啊？
谁带的你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对不起，孟总，我这就给您重新泡。哎，小心！怎么了？这么急急忙忙的？楠姐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孟总一会儿嫌这咖啡凉，一会儿嫌这咖啡烫的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跟你没关系，我是总助，你是我带的人，他这是指桑骂槐。给我吧，我帮你送进去。可是，谢谢楠姐。你的咖啡，孟总。6年，是挺久的，久到你都忘了，我只喝青山庄园私人咖啡厅的咖啡。可惜那家店离公司有40多公里，没有外卖。能不能辛苦南总助帮我跑？能不能辛苦南总助帮我跑啊？好，孟总稍等。楠姐，你怎么了？对呀，楠姐不是孟总好兄弟的未婚妻吗？按理来说，两人关系应该挺好的，怎么搞得好像孟总仇视楠姐一样？这是青山庄园的咖啡，按照您以往口味准备的。脚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跑太极崴了一下。还行。你满意就行。昨天不是说不想看到我吗？南总助，骗脸功夫这么了得，怪不得能在吃人不吐骨头的孟氏立足。您过奖了，这是今天招标会的标书，您过目一下。南总助可真是敬业啊，每天有时间去医院里找宝贝，还有空写标书啊。标书写的不错，还没什么用。待会儿的会议也不用去了，我另外找了人跟。为什么？之前这个项目一直由我负责，如果你对标书内容不满意，我可以立刻修改。孟总，孟总，孟总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影响了您的判断。南总助的能力呢，我当然是了解的。可是南总助，你在孟氏这么久还不明白，权力往往比能力更好用吗？至于私人感情，敢问南总助，您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感情？对不起啊，我对和寡妇上床没什么兴趣，况且他还在为我最好的兄弟守寡。
不是说不想看到我吗？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出去。那我先走了，孟总。等一下，孟总还有什么吩咐？拿去用，免得别人说我们是科大员工。谢谢。楠姐，玲玲，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梁云，以后她就在秘书办工作了。你们好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哎，听说她是梁泽的亲妹妹，货真价实的千金大小姐，不像有些人在高门阔府打过几天杂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她这身裙子我在杂志上看见过，是还未上市的新款呢，还有那个包包要整整7位数呢。不愧是梁家的大小姐，这一身行头啊，够我1年的工资了。对了，梁云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希，南总助。南希姐就不用过多介绍啦，我们之前就认识了，对吧，南希姐？好久不见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南希安排一下梁云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好。南希姐，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得好好罩着我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罩着我还差不多。梁云，我让你来公司是让你来工作的，不是来闲聊的。黎川哥，我这不是才刚来，向南希姐请教请教嘛。我带你去招标会，能学得更多。好嘞。我的能力在梁氏的人脉面前的确一文不值。楠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孟总没有带你去招标，而是带新来的梁云去。估计啊，就是因为他是孟家联姻的人选。孟总把他安排在身边啊，估计他们俩就是情投意合。这种捕风捉影的八卦，以后别说了，影响不好。难道梁云真的是孟离川的未婚妻？算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吧。喂，万宁，为什么我权限的一大部分都被锁了？之前你是替孟总做事，现在孟总回国了，你的权利自然要转交给孟总，物归原主，有问题吗？你是以为我看不到系统吗？那些权利只有一小部分在孟总那里，一大部分已经分配给各个部门领导，还有梁云，都是孟总安排的。只有孟氏的核心人员才能拿够到权限，他居然给他了。看来孟氏集团真的是要卸磨杀驴了。南总助，我刚接到通知，要在孟总和梁秘书回来之前，把你这间办公室收拾出来，以后就是梁秘书的。你们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抱歉，都是孟总安排的，请你不要为难我。孟总的安排？
好，那你们让我搬到哪里去？你以后工作不多，外面那张桌子就可以。好，我现在搬。只要不是现在把我赶出梦市，我就还有希望给悠悠攒手术费。你身体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死在梦市给你们添麻烦的。楠姐，你怎么搬过来了？上级安排。怎么，搬到你旁边不乐意啊？乐意，当然乐意了。这是集团上半年的报销，辛苦你整理一下。孟总需要一份详细清单。好，孟总什么时候要？明天。明天？这公司上下1000多个人，明天之内怎么可能做得完呀？再说了，孟总什么时候开始过问这种小事了呀？楠姐，你是不是跟孟总闹矛盾了呀？没有，没有矛盾，只有仇。嫂子，你可以帮帮我，让我去梦市上班吗？我干什么都行，我不挑的。我就是想能上班拿工资，给你减轻负担。喂，诗晴。嫂子，你是帮我在梦市找好工作了吗？我被降职了，所以工作的事情我可能帮不上你了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得我亲自来。黎川，这个项目一定会交给你。至于招标会议，那还是要走个过场的。梁叔，项目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吧。项目交给你，我放心；把小云交给你，我更放心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梁云，你要不要照照镜子？你这耳朵啊，快比这红木桌子都红了。梁叔，项目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吧。小云，我一定会把她照顾好。好，我把她当亲妹妹看待。南希姐，黎川哥是不是也看不上我呀？他也觉得我就是个没用的大小姐。没有，他那个人就那样，石头一样的心，谁也捂不热。可是我就是来捂热他的呀。南希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黎川哥爱上我呀？小云，先放我去卫生间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你先去，等你回来我接着跟你讲。OK。他一来就占了你的办公室，还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看不出来你在忙吗？还一直缠着你不放。她就一小姑娘，哪那么多心思？楠姐，也就只有你把她当小孩了。南希姐呢？她还没回来吗？她有别的事要忙。这里有份文件很紧急，要去趟城南会所，你去吧。你不是不想让孟总看清你吗？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那我……我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算。姐拿你没办法，我还治不了你呢。哼。梁云呢？回办公室了。我把他从刚支走，你赶快忙发票吧，不然一会儿都忙不完了。好，谢谢。孟总有什么公司安排？梁云呢？我不知道啊。要是梁云出什么事，我也说。我是狗啊，走哪我还能跟哪？琳琳，梁云去哪儿了？
我让他去城南会所送文件了，怎么了？城南会所？你说什么，年姐？没事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你慢点儿。梁希，让他一个人去那种地方？怎么让他一个人去那种地方？雷川哥，我都说了，不是南希姐。你不用听他解释，整个秘书部都是他在管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为什么？我忘了城南会所是什么样的地方。抱歉，我最近记性不太好，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。滚！滚出去！会所的事我会处理好，欺负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你先回去休息。孟立川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也是这样为我撑腰的。楠姐，都9点半了，你还不走吗？我今天本来想请你吃饭的，今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。也不算对不起，我是你的上级，你犯了错，我当然要替你担着了。更何况，你今天是因为我才被骂的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这么晚了，快回去吧。你要是再拖着我，我就真忙不完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啊。都4点半了，怪不得眼皮一直打架。想我服个软有这么难？喂，你到底管不管你家老人的死活啊？这会儿才接电话，不要命了啊！兰希，救我！阿姨，阿姨你怎么了？救我！快救我！哎呦，阿姨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刘文秀欠了我300万，我给了他1年的时间，他一拖再拖，没办法，我的兄弟们也是要吃饭过日子的。300万，这笔钱我会还给你们的，但是你不能伤害他。如果他受了伤，我不会给你们1分钱。哎呦，救命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句话刘文秀跟我说过无数遍了，你认为我还会信吗？他说他的儿媳妇儿
是孟氏集团的高管，难道堂堂孟氏集团连300万都拿不出来吗？是的，他是孟氏的人。他要是不还钱给你，你就上他们公司去了，他们孟氏肯定会还钱你的。300万我现在拿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能保证他的安全，这笔钱我一定会给你们凑齐的。放了刘文秀没这么简单。这样，你现在先拿着50万到2厂的老工厂，咱们这个事儿还有的谈。我。马上就要凑齐悠悠的手术费了，这个关键时期绝不可以出差错。你就是南希？你就是南希？对，刘阿姨在哪？跟我来吧。老大，人带来了。多年未见，兰溪小姐还是美貌依旧啊！你是林家2公子林硕，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兰总居然还记得起我。2年前你在酒局上对我动手动脚，我用碎玻璃划伤你的额头。林硕，在对付我的这些人里，你是最没脑子的那一个，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脸不会毁容，更不会错失和孟氏集团合作的机会。现在老子在林家过得连狗都不如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可是天赋绝人之路呀！刘文秀在我赌场欠了300万，钱我会还，但如果你伤害他，孟氏不会放过你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以为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蓝总呀？我可听说了，这个孟离川回国之后，你的实权可被架空了。你现在跟孟氏集团掌权人都闹掰了，他们还算个屁呀！进，孟总，南小姐去了2厂老工厂见了林硕，为了解决刘文秀欠赌债的事儿。林硕为人不择手段，南小姐这一去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昨天财务部谁给南希送的报销单？我现在就去查。查到了，直接让人滚蛋。是。停！你们有病啊！他们打死老单怎么玩啊？这些年，你的这张脸时刻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你今天让我美梦成真，接下来的苦就不用受了啊！说什么？不是，我给脸不要脸！现在马上给我跪下，说1000遍，您说我错了。可以不办了你，也可以宽限你还款的时间，否则我让你有命来，没命回。你考虑清楚没有呀？
你说到嘴了。对不起，林叔。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大声点儿。我对不起林叔，我对不起林叔。我对不起林叔。 난 아무래도 좋을 결말 따위 哎，넌 나의 있어 할 수 있어 투명한 공기처럼 哎，孟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南希，我在你心中就如此无足轻重吗？我说我的南总处怎么今天没来上班？原来是在林少地方。许家欠了我300万，无力偿还，我不得捞点其他的来呀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他不仅是许氏的人，更是我孟氏的人，人我要带走。这可不行啊！这许家欠了我300万，你把人带走，我拿什么抵债呀？条件随你开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人您随便带走，刘文秀带走也行啊。这个孟离川跟南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样不和呢。还能否靠近再咫尺的你，轻轻呼吸，小心地望着你，我最爱。我曾在孟玉川的别墅呢。总让我如影随形，也许是我太笨，太不舍去。孟总，刘文秀已经安顿好了，他欠林硕那300万确实存在，林硕没有撒谎。另外，林硕已经在医院里躺着。这几年南希小姐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还刘文秀的赌债了，以及许家的日常开销。据我所知，南希小姐在孟氏的薪资还是比较勉强的。打300万到林硕的账上，让他开一个结清证明，要按手印的那种。等他伤好了，再继续。这事交给你处理。好的。这么丑，他居然还留着。不过约定好10年后一起打开它，这辈子还是没可能。
你欠林硕的300万我已经帮你还清了，他那个赌场我也叫人处理掉了。你心里一定在猜我有什么图谋吧？我图钱，也图你人。我允许你300万分期付款，但在分期还清之前，做我的情人。做我的情人。你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你救我的这一命，还有你帮我还的300万，我都认。钱我会慢慢还给你，但做你的情人，我办不到。我还没有沦落到要贱卖自己。贱卖？你一个孟氏失去权限的总助，一个失去未婚夫的寡妇，除了我，谁愿意帮你？孟总这么帮我，会让我误会你还喜欢我。我帮你是因为这会让你喂，悠悠。妈妈，你最近几天都没来看悠悠，悠悠好想你，你什么时候来呀？妈妈待会儿就来看悠悠，好不好？耶，好耶，好耶！那我乖乖在病房等妈妈。好。이젠 다 컸는데 왜 자꾸 왜 취급해 정말 컸다는데 oh yeah 귀만 끈 게 아니야 귀엽다 좀 하지마 这回悠悠应该不会被我的脸色吓到了吧？这是要去哪？没去。你化妆了？是要去医院私会那个医生宝贝儿？没有。骗谁呢？不是去见他，还能是去见谁？你干什么？你是我的情人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悠悠，对不起，妈妈昨天晚上临时有点事耽误了，希望悠悠不要生妈妈的气。妈妈决定现在就去医院接悠悠，去逛商场，我们买公主裙，买娃娃，弥补悠悠。妈妈，你说你为什么受伤了呀？没什么，被蚊子咬了。坏蚊子不咬我，只咬妈妈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纠结蚊子的事了，好不好？妈妈带你去买你最喜欢的洋娃娃，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都怪孟立川，差点带坏孩子。
妈妈，我也想吃冰淇淋。悠悠，吃冰淇淋肚子会痛的，是不是？妈妈去趟卫生间，你在这里等妈妈好不好？真乖，妈妈回来给你买你最爱吃的糖果。好。吃冰淇淋店。在见到妈妈之前就吃光，这样妈妈也不知道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谢谢叔叔。好可爱的小朋友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啦？我叫悠悠，今年马上6岁了。悠悠，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你爸爸妈妈一定很相爱吧？悠悠没有爸爸。这个叔叔帅，配得上妈妈。叔叔你好帅呀，可以当我爸爸吗？又是哪个女人派你来的呀？这是什么情况呀？你看这小姑娘多可爱呀，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孙女儿。你别吓着她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找不到妈妈了。那你还记得你妈妈去哪儿了吗？我妈妈去卫生间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回去的路。叔叔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李川，你看这小女孩多可怜呀，你就带她去找妈妈吧，以免她家人着急。好吧，这叔叔带你找妈妈。奶奶，漂亮阿姨，再见。走。妈呀，李川哥是不是还挺喜欢小孩子？以后啊，等你们有了孩子，他更喜欢。不，阿姨，现在说这些啊，太早了。叔叔，我是偷偷买的冰淇淋，等一会儿见到我妈妈，你可以不告诉我妈妈吗？应该不用我告诉他了。叔叔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好吧。这样我就能把妈妈的照片发给他了。好了，那你就在这里等你妈妈，叔叔就先走了。叔叔，你不想见我妈妈吗？我妈妈很漂亮的哟，等一会儿见到我妈妈一定会喜欢的。这个女人还真是诡计多端。梦在凝结后尘封，吹拂你的笑容。嗨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悠悠，悠悠，还能否靠近在咫尺的你，倾听呼吸，小心地望着你。我在这。悠悠，悠悠，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妈妈找你吓死了。偷吃冰淇淋去了是不是？悠悠没事，而且我刚刚遇到了一个超级帅气的叔叔，我想让他当我爸爸。悠悠还是想要一个爸爸吗？我只是觉得他很帅，看上去配得上妈妈。谢谢悠悠，但是妈妈不需要。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悠悠能够健健康康的陪在妈妈的身边，好不好？
我错了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。走吧，你接着逛去。叔叔，我把遇见你的事告诉妈妈了，不过妈妈说不需要你这样的男人，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，如果你见过我妈妈，还是觉得她不漂亮，那我就输给你我最爱的香草甜筒。要是你输了，就给我当爸爸。好，不过我不要香草，我要巧克力味的。叔叔，你和我妈妈喜欢的味道一样哎。你去哪了？作为我的情人，一整天都不在家，你不太合格啊。我没必要时时刻刻跟你汇报我的行踪。也别忘了，我救过你。我没忘，你和许燕一人救我一命。你放心，等你死了，我也给你守寡。对了，那也得梁云愿意才行。干什么？当然是教你好好说话。黎川，你在家吗？妈也回来了。怎么，害怕？做亏心事了。王立春，求求你！这小子在家怎么不说话呢？看来应该是好的差不多。你怎么不开门呢？哦，可能是没听见。再说妈，你不是有密码吗？你这几天不去公司，也不回老宅，天天在这待着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妈，没什么大事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胡说八道，还没事儿了。前几天还叫了家庭医生过来。你是不是又带了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？妈啊，你查岗呢？我都30了。你50了，我也是你妈，我查岗不行吗？你干嘛？黎川，
卧室的钥匙怎么回事啊？你大晚上的换什么衣服啊？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先走。我刚才问你卧室的钥匙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当耳旁风吗？你没有听见吗？你这个孩子！好险好险！看来这别墅也不安全了。我现在病好了，得赶紧回去上班。南希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咱们秘书办又来了个关系户，叫许诗晴。许诗晴？她是怎么来这儿上班的？黎川哥，昨晚我口红好像落你车上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啊，那我可能忘到别的地方了，我再找找吧。对了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曲奇，我想送给你，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忙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，黎川哥？黎川哥，你先回办公室，我待会儿找你。好吧。这瓜这草。可这不是许小姐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咋了，南希姐？咋了？诗晴，你怎么进了孟氏啊？你帮不了我，还不允许别人帮我了吗？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你一样没用吧？南希姐，你可别误会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进孟氏都是黎川哥的安排。嫂子，你帮不了我，说明你在黎川哥心中没什么地位。你兢兢业业为集团忙活这么多年，我真是为你感到可惜。喂，孟阿姨。南希，你都好久没回孟宅了，刚好今天家里有事，你也一起回来吧。好，那我下班了过去。你和黎川他们一起，搭他的车方便。一会儿你也睡一觉吧。不困。什么？不困。在床上的时候你可没这么小声。怎么？敢做不敢当？妈，这里有点。来，黎川，这来坐。
南希，快坐，你也算我们孟家的人。今晚大家都在，我们商议一下小云和黎川的婚事儿，大家把时间定下来。小云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？你选个时间。我都行，我听黎川哥的。黎川，人家小云已经这么说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抱歉啊，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我们孟家应该也不需要联姻来稳固商业地位吧？妈，这里有点闷，我出去透透气。黎川这孩子啊，不会说话，一会儿我让他给小云赔罪。抱歉，抱歉啊。也怪我们以前没有征求过黎川的意见，看今天闹成这样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哦，南希啊，我之前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，最近聊得怎么样？刚加上微信。哟，这是好事吗？我怎么没有听到南希跟我们说过呢？南希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嘛。别怪孩子，是我擅自给他牵的这条线，我是不想让南希就在徐家蹉跎一辈子，是不是呀？你想的真周到。那男方是？我去趟卫生间。我也去过卫生间。梁云嫁给孟家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会是一桩人人都羡艳和称道的好婚事，而我永远只能做他们顺水推舟的人情。真加那个男人微信了？你迟早要跟梁云结婚，我为我的新生活做打算，有问题吗？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有什么资格过性生活？我什么身份？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吗？你可以不在乎啊。那梁云呢？梁云如果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他会怎么想？他这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没说我要娶她。你真是个疯子。那你是爱疯子，还是爱那个带着拖油瓶的男人？悠悠已经长大了，就算没有爸爸，悠悠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妈妈，绝对不会让怪兽欺负妈妈的。我不允许你这样说。你真要嫁给那个男人？梁阿姨说的对，敏琪的确不错，是个很好的结婚对象。你有功夫在这跟我耗，去解决你的联姻问题。黎川，快给小云道歉！我接受。你接受什么呀？我让你给小云道歉，是小云接受才对呀。我接受联姻，日子你定就行。你还是这么会开玩笑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
我接受联姻，日子你们定就行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孟离川和梁云订婚了。南希姐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怎么了吗？下周是孟阿姨的生日，我给她订了一套翡翠首饰，想让你帮我看看怎么样。南希姐，你在听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南希姐。对了，南希姐，明天麻烦你帮我邀请一下诗晴吧，她的眼光向来不错，明天有她在，我更放心。天哪，太漂亮了，一定价值不菲吧？你在8位数，还好。诗晴，你大学学的是珠宝设计，你看看哪个更好一点？这戒指好，看着就透润，孟阿姨一定喜欢。事情是专业的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个吧，帮我包起来。林希姐，你再陪我出去看看包呗。还买？小云姐，我可以在这儿多看一会儿吗？你这首饰太漂亮了，我想再多欣赏一会儿。当然可以了，我们就在外面，你看完了出来找我们就行。许小姐，需要我为您准备点什么吗？咖啡就行呗。好的，许小姐，我这就去为您准备。不愧是8位数的翡翠。迟早有一天，我嫁给利川哥，会拥有比这更昂贵的珠宝的。别买了，嫂子。诗晴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。不好了，梁小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您订的翡翠戒指不见了。什么？刚才不还好好的在 VIP 室吗？怎么会突然就不见了？整套翡翠首饰只丢了戒指，其他珠宝呢？就只丢了戒指，其他的都在。快带我们去看看。这不是有监控吗？只要把监控调出来就知道了。刚刚派人查过了，但是监控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。坏了？刚刚最后留在这儿的人是你，是不是你在监守自盗？不是我，不可能是我拿的戒指。如果是我拿的，我又何必跑出去告诉你们，自讨苦吃呢？可是刚才这里除了你没有其他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真的不是我啊，梁小姐。刚才我和许小姐在这儿，她说想喝咖啡，我就出去准备咖啡了。等我一回来，就发现戒指和许小姐都不在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是诗晴拿了我的戒指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诗晴怎么可能会做这样子的事？梁小姐，保安已经把店封锁了。如果小偷在我们这些人当中，只需要搜索每个人的包，就可以找到戒指。
怎么了？梁小姐，戒指找到了。戒指怎么会在我包里？怎么会在南希姐包里？不是应该在许诗晴的包里吗？别买了，嫂子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。不好了，梁小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梁小姐，戒指找到了。小云，刚才我一直在你身边，根本没有机会从你眼皮子底下拿东西啊！你别着急，我当然知道你没有机会，更相信你绝对不是那样子的人，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你。谢谢。戒指上肯定还留有刚才小偷的指纹，警察那边做一下对比检测，很快就能知道小偷到底是谁。到时候，请您务必配合警方检查。那是自然，梁小姐，您放10000个心吧。诗晴，你不舒服吗？没，我没事儿。南希小姐，孟总，请你去左边办一趟。好。孟总，事情经过，事情已经跟我说了，戒指不是他偷拿的，警方也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证据。这件事闹那么大，会被大家议论很久。你就说是你拿的，比是皆文化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要看着诗晴入狱，闹得人尽皆知吗？只有你承认是你拿的，这件事才能大事化小。你最多就是名声受损，权衡下来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。那为什么那个人一定是我？你是许愿的未婚妻的事情已经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现在更是集团失权的佐助。像你这种没有未来、名声已烂的人，谁会在乎？好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没有人会在乎我。但事情不一样，他未来路还有很长。孟总，那就这样。南希姐，警察在戒指上只查到了许诗晴的指纹。你知道吗？他给黎川哥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，要黎川哥帮他。黎川哥居然花了3倍的价格把戒指给买下来了，还把责任怪在你的头上。为什么你们2个都是许燕的亲人，他要这样子对待你啊？大概他恨我吧。他把许燕的死怪在你头上，他也太偏执了吧！许燕是为了救你而死的，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，他怎么能对许燕的爱人这个样子啊？南希姐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的。谢谢，我先去了。南希姐，对不起，为了保全我自己，只能牺牲你了。楠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公司，你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心血，真的舍得吗？这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除了你，我们以后可以出来常聚啊。好吧，那你要走，孟总知道吗？他不会在乎的，也没有人会在乎。好啦，别难受了，快去忙吧。那我走了。再见，楠姐。走吧。南希呢？孟总，你不知道吗？楠姐已经离职了，大概在10分钟前。
孟总，谁同意的？南希小姐直接在系统里上传她的申请，按照她的职位和权限，只要人事主管同意了就可以了。当初是您直接降了她的职。孟总，要去追回来。不用。他终于体会到我当年众叛亲离的滋味，这是他应得的。或许只有把他逼到绝境，他才能愿意主动来寻求我的帮助。当时许诗晴把这个戒指塞到南希的包里陷害南希，这件事绝对没他说的那么简单。或许当年徐硕的死也另有原因。哎，许小姐呢？你刚电话里说的就是这儿啊。许小姐，许小姐。喂，穆先生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去查清楚6年前事发当日许诗晴的所有行踪，还有她近些年来所有信息，越快越好。是，孟总。梁小姐呢？告诉她，如果还不主动取消婚约，那所有人都会知道她的所作所为，后果自负。门口有人来了。悠悠，你看谁来了？悠悠，有没有想妈妈呀？最近在医院没乖乖听话？我可想妈妈了，而且很听叔叔阿姨们的话哟，可乖了啊，可乖了。你啊，可别听信悠悠的一面之词，她最近可调皮捣蛋的很。昨天溜到我的诊室，还偷吃我的白大褂，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。你来了，刚好管管她。叔叔，唐医生，你和楠姐还有悠悠还真挺像一家人的。唐叔叔，你也想当我爸爸吗？悠悠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去把衣服穿上，妈妈带你去花园玩。悠悠的医药费筹理的怎么样了？时间紧迫，已经不能再拖了。我看你最近来医院的次数也变少了，气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出什么困难了？没有，悠悠的手术费我会尽快凑齐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好，请问是我刚才面试有结果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容不下您这顿大祸。哎，您等一下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因为我这几天面试的公司都是这个理由，我不太能理解。抱歉，从孟总那里出来的人，我们公司不敢用。这工资也太低了，我什么时候能给悠悠凑够手术费啊？喂，对，我是南希，醒狮啊，好，可以的，您稍等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贺经理，人到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南总助，还记得我吗？贺总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们之前合作过。我知道你最近在找工作，应该挺难的吧？以你的资质啊，来这里应聘酒水实习生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你也知道来这里都是什么人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。那你来吧，今晚上班，工资月结，小费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啊，带他换衣服。好，这边走到底就是上一间。Learning the truth that exposed me to my blindness. It's opened up my world. Gone up the barriers that kept me out in darkness. Living in a twilight world. You guided me where others fear to tread. And
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手术费就能做起来。这不是难得多吗？被孟氏扫地出门，现在连这点钱都能看上了啊！缺钱就不如让我睡一觉，我手指缝里弄一点，也顶着被卖一辈子的酒啊！川哥，男主座可是守了6年的活寡了，一定很饥渴，你能不能行啊？要不然兄弟们帮忙征征婚。孟总，孟总，嘴贱就别乱叫，手贱就别乱伸手。你家大人没教过你？是，不错了，孟总，滚！走，没事。莫总，我还在上班，我先走。孟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把那几位闹事的客人永久拉入黑名单了。另外，南希小姐打了欠条，提前预支了半年的工资。你先去忙吧。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南希小姐的日常生活都很简单，每天工作正常上下班，每周都会去医院待1晚上。又是预支薪水，又是去医院，生病了。徐小姐，是。孟总，您吩咐我调查有关许世勤的事儿，有结果了。这是6年前事发当日宴会厅1楼角落监控拍下的视频。许世勤当时没有受伤。是的，当日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有他的就医记录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宴会厅其他的监控都莫名的坏掉了，只有这个疑似被作案人排查时遗漏了。这个宴会厅当年也是许世勤推荐的，这么说，他早有预谋。另外，我还调查到许世勤大学和研究生主修的是珠宝设计，但一直都是辅修的心理催眠，成绩优异，而且还拿到了很多合格证。照你这么说，催眠和诱导他人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是的，这个是南希小姐当年的病历，记载显示，南希小姐当年因为脑震荡和应激创伤后综合症，造成记忆混淆，出奇的严重，遗失了部分记忆，主治医生也束手无策。南希，原来当年你没有背叛我，没有背叛我们的感情。这3个收了，完蛋了啊！对的。又没抓到。妈妈，我们已经没有游戏币了。没事，妈妈再去买一点硬币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不想玩了。怎么了，悠悠？你不想要里边的娃娃了吗？想要，但是悠悠知道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，只要悠悠少刷一次娃娃，少吃一次冰淇淋，妈妈就可以多休息会儿了。难怪最近带悠悠出来玩，
他什么也不要。帅叔叔，你终于来接我妈妈了。悠悠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回医院了。穆总还有事吗？南希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以我低贱的身份，还有烂掉的名声，穆总的道歉，我受不起。南希，当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。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的道歉没有任何意义。还有，我已经从孟氏辞职了，我和孟总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希望我们以后非必要不见面。那悠悠呢？他也和我没有关系吗？那悠悠呢？他也和我没有关系吗？莫总开什么玩笑呢？悠悠是我朋友的孩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的那个朋友，就是我吧？悠悠是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下午行程全部取消。好的，孟总。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告诉你，请您做好心理准备。南希小姐预支工资是急着给她的女儿悠悠做心脏手术。女儿？竟然是她！叔叔，你再不加把劲，我妈妈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悠悠是南希和……是您的女儿。妈妈，悠悠的爸爸是这个帅叔叔吗？王立川，你和悠悠只有血缘关系，除此之外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悠悠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，是我将她抚养长大，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从她身边夺走。我想和你一起抚养这个孩子，一起抚养。王立川，你和梁云已经订婚了，你想夺走悠悠，让她跟我一样，成为寄养在你们孟家的外人吗？被人看轻，被人欺辱，我绝不允许！我不允许悠悠再重蹈我的覆辙。那手术费呢？以你微薄的工资，要想凑齐手术费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只要你愿意，明天就会要最好的儿童心脏手术专家给悠悠做手术。至于梁云，我跟他已经取消婚约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妈妈，无论悠悠的爸爸是谁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。
你听到了吗？悠悠不需要你这个父亲，手术费会凑齐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我们的世界打扰我们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南希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和黎川哥有了孩子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让我来猜猜，在珠宝店陷害我不成，被黎川哥查明了真相，跟你解除婚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珠宝店陷害我，是因为你把我当成了你的情敌。我不怪你，不过你还没有看清楚谁才是你真正的情敌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看吧，这是南希和孟离川的女儿悠悠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南希姐她可是孟家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和黎川哥有个孩子？不可能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这是官方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悠悠确实是孟离川的女儿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南希从始至终都在骗你，把你当成傻子一样骗得团团转。你真的还要帮她说话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果然，这种千金大小姐最好骗了，随便编的一份鉴定报告，她都能相信，真蠢。梁云，黎川哥跟你解除婚姻根本就不是为了我，他是为了保护南希。我们俩斗得你死我活，最后坐享渔翁之利的却是南希。没有想到背刺我的人居然会是南希，我那么相信他。从来就没有真心对待过你，他一直在骗你。你真的甘心他的背叛，把黎川哥让给他吗？可是事情发展成这样，我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有办法让黎川哥跟你恢复婚约。你确定只是吓唬南希，让孟立川恢复和我的婚约？不过南希不是你的嫂子吗？你为什么会帮我？你放心，违法的事情我不会做。至于你说的嫂子，她刚跟我哥订婚就和孟立川有了孩子，我哥可是为她死了，他背叛了我哥，这个贱人。悠悠去做检查了，可是我妈妈还没有来。没关系的，这个检查很快的，等你妈妈来了，我们就做完了。哎，这个不用拿，这个检查不能带电子设备的。那好吧。哟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手表也不想得带。
大爷，你看到悠悠了吗？悠悠，看见了。他不是去做检查了吗？我刚刚还觉得奇怪呢。悠悠的主治医生不是小唐医生吗？怎么换了个年轻的女医生呢？女医生？对呀。不对啊，悠悠今天没有任何检查。阿姨，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你去复试站问问吧。谢谢阿姨。想见悠悠就一个人来城北废弃工地，不准带任何同学远距。悠悠，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梁云，怎么是你？悠悠呢？南希姐，不用找我，没有我带路，你找不到她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她是安全的，我还没有蠢到让自己背负绑架儿童的罪名。那你为什么这样做？南希，难道你不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，你和黎川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吗？我们没有关系。到现在你还在骗我，我已经知道悠悠就是你和黎川哥的孩子，我一直把你当姐姐，没想到你居然背着我和黎川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，我和黎川的确有过一段错误的感情，悠悠也只是个意外。小云，我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任何人，我怕孟家会把悠悠从我身边夺走。悠悠是我的全部，只要你愿意放过她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我可以放过她，但是你要带着她出国，永远离开黎川阁。我答应你。这是5000万，应该足够支付悠悠的医疗费和你们余生生活的费用。南希，我都不希望再看见你。好，机票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，今晚就出发。现在我带你去见悠悠。这次只是玩笑，但是如果你反悔，下一次就不一定。小云，悠悠在哪儿啊？没错啊，事情发生位置应该是这里。悠悠，两个蠢货，这次只要做掉你们，黎川哥就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南希姐，南希姐，悠悠不怕，没事的啊。南希姐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没有想过真的要伤害悠悠。是许诗琪她骗了我，你别骗我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喂，警察吗？许诗琪啊，你疯了！梁远，想功亏一篑吗？真以为南希母女俩出国就万事大吉了？只要宁气不死，黎川哥就永远都不会忘了他。只要南希不死，黎川哥就永远都不会忘了他。孩子是无辜的。废物，你会后悔的。嫂子，现在能救你乖乖女儿的，可只有这个小遥控了。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
行，悠悠还是个孩子，我求你放过他。只要你放过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要做的就是你去死！想要救你女儿，你杀了你自己。静，为什么？这6年我拿你当亲妹妹一样照顾你的所有要求，我都满足你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害死了我哥哥，这后是你应该做的。你不应该在答应了我哥的求婚之后，还跟黎川哥纠缠不清，并且还有一女儿，把我们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我哥死的真不值啊！剩的时间可不多喽，要么你死，要么你女儿死。妈妈不要，我也好害怕，我也想跟妈妈回家。好，悠悠，马上就没事了啊，不怕。我希望你说到做到，放过我女儿。不要啊，南希姐。悠悠，以后妈妈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要坚强、勇敢，好好听爸爸的话。你要是想妈妈了，你就抬头看看天上，妈妈会变成星星，好好保护你。来，把眼睛闭上。你说到做到。南希，把刀给我，悠悠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黎川哥，好害怕！刚刚梁云想扎死悠悠，还用遥控器胁迫南希姐自杀，还好我抢过来了。黎川哥，我没有。你不要再演戏了。6年前，你想在宴会厅里谋杀南希，被你哥许燕知道，他救下了南希，可他死了，死在了你的谋杀之下。你哥许燕的死，非但没让你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在南希短暂失忆的时候，对她实施了催眠，让她误以为自己接受了许燕的求婚，利用她的同情心、道德绑架她，让她为你许家整整卖命了6年。如今，你更是这场谋杀案的主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不用再跟我演戏。我没有答应过许燕的求婚。戒指是他给你进行了催眠，给你植入了虚假的记忆。南希，对不起，是我的愚蠢，我的嫉妒，伤害了你。李晨，我李晨坚持住了。沈雷，爆炸事故意识模糊，情况危急。另外一个呢？当场死亡。赶紧通知家属。我李晨坚持住了，李晨坚持住。拦他！拦他！李晨，加速死亡。孟立川，这些年，即使我记忆最混乱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停止过爱你，哪怕你恨我、误会我、疏离
我还是没有办法割舍掉对你的爱。魔力传，只要你愿意醒过来，我情愿我们从来都没有遇见过。妈妈，爸爸醒了吗？悠悠，你喜欢这个爸爸吗？喜欢爸爸，又温柔勇敢。悠悠从一开始就选中了他做我爸爸。悠悠真有眼光。南希，奶奶，你不能打妈妈。爸爸是为了保护悠悠才受伤的，你打我吧。黎川，黎川。李川，我今天新买了鲜花，跟你说，那个老板娘都认识我，看我是熟客，还给我打了9折。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悠悠现在接受了最好的心脏治疗，马上就会康复的。等你醒了，我们一家一起去参加悠悠的幼儿园毕业典礼，好不好？雨辰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为什么偏偏你在？别哭了。雨辰，你醒了。你是谁啊？雨辰，别逗我，我是南希啊。我们还有个女儿，叫悠悠。雨辰，你别吓唬我，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我好像忘了很多事儿。悠悠毕业典礼哪天来着？骗我！我真想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做梦。南希，老婆，以后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阻拦我们在一起了。不，李川哥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他们对你都不是真心的。从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我就知道这辈子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可是南希这个贱人，他在面前竟然敢答应你的求婚，要他死啊！只有他死了，才能真正的属于我。南希，
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宇川哥，是我轻信了许世行的谎话。我知道，无论现在我说什么，你都不会再相信我了。但是，我还是想得到一个答案：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丝丝的喜欢？没有，我爱的一直都是南希。差一点，明明只差一点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送梁小姐回去，她受到了惊吓。李川哥，我那么的爱你，为什么你总是对我视而不见？凭什么只有南希能得到你的宠爱？我要让他死！希，你去死吧！